大家好，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丁海燕老师，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。今天我们讲解通过指针引用多维数组。指针变量可以指向一维数组中的元素，也可以指向多维数组中的元素，但在概念上和使用方法上，多维数组的指针比一维数组的指针要复杂一些。下面以二维数组为例，介绍多维数组元素的地址。一、多维数组元素的地址。定义一个二维数组 A，int A34， 并进行初始化。如图所示 ，A、A 加1、A 加2为指向行的行指针 ，A0、A0 加1、A0 加2、A0 加3为指向元素的列指针。A 代表第0行首地址 ，A 加1代表第1行首地址 ，A 加2代表第2行首地址。行指针每加1走一行。A 加 I 代表行号为 I 的行首地址，按行变化。星号 A 加 I 代表什么呢？相当于 AI。AI 即 I 行0列元素的地址，列地址。A0 代表 A00 的地址 ，A0 加1代表 A01 的地址 ，A0 加2代表 A02 的地址 ，A0 加3代表 A03 的地址。列指针每加1走一列。下面我们来思考以下问题 ：A1 代表谁的地址？代表 A10 的地址。A1 加1代表谁的地址？代表 A11 的地址。A1 加2代表谁的地址？代表 A12 的地址。A1 加3代表谁的地址？代表 A13 的地址。AI 加 j 代表谁的地址？代表 AIJ 的地址。星号（括号 AI 加 j） 代表什么？代表元素 AIJ。星号（括号 A 加 I 加 j） 代表什么？与星号（括号 AI 加 j） 等价，代表元素 AIJ。定义 int A34， 下表示二维数组元素的地址小节。A 表示二维数组名，即 A0 取地址，行地址。星号 A、A0 and A00。A0 数组名，第0行第0列元素地址，列地址。A 加 I 表示第 I 行首地址，即 and AI 行地址。AI 星号（括号 A 加 I） and AI0。AI 数组名，第 I 行第0列元素地址。AI 加 j 星号（括号 A 加 I 加 j） and AIJ 表示第 I 行第 j 列元素的地址。星号（括号 AI 加 j） 星号（括号A 加 I 加 j）AIJ 表示第 I 行第 j 列元素值。下面介绍指向多维数组元素的指针变量。一、指向数组元素的指针变量。下面来看例 8.12， 有一个3×4的二维数组，要求用指向元素的指针变量输出二维数组各元素的值。解题思路：二维数组的元素是整形，它相当于整形变量，可以用 int 星形指针变量指向它。二维数组的元素在内存中是按行顺序存放的，即存放完序号为0的行中的全部元素后，接着存放序号为1的行中的全部元素，以此类推。因此，可以用一个指向整形元素的指针变量
依次指向各个元素。程序如下 ：int A34 并进行初始化 ；int 星号 p 定义整形指针变量 ；for p 复制 A0，p 小于 A0 加12，p 加加。用宿主元素的地址逐个访问各个元素。if 括号 p 减 A0 除以4的余数等于0，输出回车。printf 星号 p。2. 指向由 m 个元素组成的一维宿主的指针变量。格式为类型名括号星号指针变量名方括号一维宿主长度，如 int 括号星号 p 方括号4。注意 ，p 所指向一维宿主的大小与二维宿主的列数要一致。根据运算符的优先级别来看，星号运算符与 p 先运算，表明 p 是一个指针变量，再与方括号4运算，表明 p 指向具有4个元素的一维宿主。int 表示一维宿主是整形宿主。p 的类型可表示为 int 括号星方括号4。如果 p 与宿主 A 建立了关系，例如 p 复制 A， 那么 p 也就是二维宿主 A 的行指针。p 的含义与 A 的含义就相似，不同之处是 p 是变量 ，A 是常量。下面来看例 8.13， 输出二维宿主任意行、任意列元素的值。解题思路：假设仍然用例一程序中的二维宿主，例一中定义的指针变量是指向变量或宿主元素的，现在改用指向一维宿主的指针变量。程序如下 ：int A34 并进行初始化 ；int 括号星号 p 方括号4 i 接定义行指针 p。p 复制 A， 把行地址 A 赋给 P， 用 scanf 输入 i 和 j 的值。printf i j 星号括号星号括号 p 加 i 加 j， 即输出 ai j。输入行号与列号1和2，输出 a12等于13。好了，同学们，通过指针引用多维宿主，我们就学到这儿。下节课再见。